第6部分，水槽柜管线的一个开孔。那我们柜体做完以后，后期我们的洗衣机肯定会用到我们水槽旁边的电位、水位的。比如说我们洗衣机用到水槽下面一个电位，以及洗衣机用到水槽下面一个水位，然后洗衣机还有排水管从洗衣机柜背后通到我们的水槽柜背后，从而通到我们的水槽柜后面的排水管里去。当然，我们的烘干机它的电位可能在我们顶柜后面，或者在烘干机背后，所以烘干机电位是不影响的。烘干机水位一般有水盒，所以也没有水位，水管通到我们水槽下面去用。好，那我们的洗衣机跟我们的水槽柜之间要通管道，那我们的水槽柜、洗衣机柜侧板必定要去开槽。那开槽的话，一般我们纠结的是这个槽的高度、深度是多少比较合适。通常我们会参考我们的电位，我们的开槽高度可以与我们电位上沿齐平，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准确的开槽高度值。电位上沿离地距离减去我们的地台高度，就能得到我们的开槽高度。那开槽深度的话，一般取100或150就可以了，满足我们的水管、排水管、进水管、电位它通过就可以。那如果我们开完槽以后，又会发现我们的柜体原本的变拉条位置会有错位，像我们的洗衣机原本的变拉条在下方，开完槽以后变拉条右边腾空了，水槽柜后面变拉条也是这样腾空了。那这一些我们可以通过后期的一些编辑，当然这一步可能在下单时候才会去做可以通过我们的板件编辑或者是组件去移动变拉条的位置。水槽柜这一边的话，我们可以做浅底板，从而将整个下水管露出来，挡板前移，底板做浅的方式。好，那对应移完以后，我们这个模型里面这个可调角可能位置不动，但实际它也是会随着底板前移而往前放置的。那有些我们变拉条软件不能够实现的情况下，可以后期通过写备注来完成。好，那让开完槽，我们的板件也相应的避开以后，我们的洗衣机水管就能从洗衣机位置直接延伸到我们的落水管，排水管就没有任何的障碍了。好，那整个洗衣机每一处尺寸、避让、开槽、走管都完成以后，整个洗衣柜设计就完成了。